精彩翻新老车故事现在开始。这个老车有什么好呢？老车做工用料扎实，钢板厚，安全，底盘扎实，开着不飘。最重要的是，老车不会自燃，对不对？能保你命，是不是啊？那这台帕萨特领域呢，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车主买了一个车，家里不止这一台车啊，他就是喜欢老车，喜欢折腾老车。那这一次买个帕萨特领域，让我们给他发动机搞一遍，底盘搞一遍，外观什么的就不管了，性能上的东西全部给他翻新一遍，还他从小到大开老车、开经典老车的美好愿望。车来了，经典的帕萨特领域。老板刚买的帕萨特111000多了公里数，他开高速开一半，亮发动机故障灯，加速没力，然后让我们底盘也准备准备，熄火以后，这个指针不会回零了，还是模糊的，抖下去，仪表不太好了。发动机里面报的码，这尾气净化器报了一个就，其他的没有。看一下这个后氧传感器数据流，它跳动波动量还挺大的，0.1直接跳0.6级，这明显就不正常，是不是被捅掉了这个催化器？再看它的空流，4点几，现在空调是关着的，肯定是发动机漏气了。这个怠速直接偏高了1000转，这就是漏气的征兆。烟雾一打，到处都是漏气的。漏气了，难怪它这个动力不好。烟雾发生器是个好东西，以前没这东西之前，漏气怎么查70开电漏油，然后前面也有漏油的，然后这是皮带老化了。这种东西一般能够多少年烟？8万公里就换？一般都是8万公里一换。这应该没换过。这上百臂的胶套分离了，两边都一样，两边都没有。变速箱油底口漏油，发动机下部也漏油，这个地方都油都滴出来了。这个变速箱胶套松了，这边是贴近底座的，然后这边都是上下分层了。前面小拉杆这个地方，这个皮都裂了。还有这个减震器底座的胶套，前面这个胶套风化了，都变成粉末状了。有不是水的，这个壶里接口你水过了很多了，确认。套出发动机，这次给它整备好了，让它舒舒服服再开10年。这款老母鸡一样的2.0发动机，当年还是很经典的。盲猜一波，这里面是空的，看看堵不堵？不堵啊！我这里面是空的。还去玩这个螺丝都没上紧呢，就这边顶了一个螺帽在上面盖在上面，咔啦咔啦响。空了吗？看一下，里面空的。等一下，我拿个手电筒。快，堵不堵？闪掉了。等你的灯。来了，别。灯来了。好的。那就是说3元催化失效了，所以报那个故障码，看一下堵不堵。这个缸盖的回水管皮圈都发胀了，这得亏还没有开始漏水了。2个爆震的位置记一下角度，外面这个绿的，里面那个棕色的，都是水，发动机里面都是水，哎，所以里面水沟这么厚。哎，这边这个3通这儿，里面都黄了，都是锈。这根废气管哗漏气啊，在上面打烟雾过来，这个口子老化了。这个助力泵轴头这里有点轻微渗油了，开始。开关。第4缸的这个分缸线头拔出来，一个座断在上面了。水泵开始出水垢了，看到没？2公里，哇！缸盖水道里面也全都是铁锈，然后你看这个1缸的进气这里黢黑的，然后别的缸这2个还好一点，
12缸的黑的，这缸里面积碳还是有点厚的。对。那我们克伦州瓦盖上面也有应力性磨损，还有这些划痕啊。头梁轴上也有这种地方，还好也不是很深啊，到时候给它打磨一下。我的也拿来爆了。在屋顶。好。开盖引展。小瓦看一下，小瓦都拉伤了。这一片还有腐蚀的痕迹。都有。这边，磨得更凶，腐蚀这更凶。这个水箱口里面都是锈迹，这个地方开始烂了，冰墙开始烂了。暖风水管漏水的痕迹都有，那么大一片。补个随便拍一个。这2个止水片都开始磨损了。看一下活塞的情况，看这边的一条一条的树都拉伤了。这也是。哦，你找是。大碗磨损了，看。好像有点腐蚀。初步看一下它火塞环对不对口？火塞环还行，火塞环都没对口。这两个。我操！撞一下。有拉伤，这快对口了，拉脏了，拉脏了。这缸里面磨损拉伤的痕迹啊。这个机油散热器水道里面都是锈，这半边都堵掉了。这气门导管有点松了。排气的还好了，很松。排气的也很松了。你看。这个排气导管，不是排气门啊，杆子上都是磕疤，还没这么深的呢。进气门上的也有，这个排气门的4个都是有磕疤的。这个方向机油管这里开始漏油了，佛祖清洗啊。全部洗干净，拖回来了。我们的坤哥机油喷嘴30牛米，两岸拧紧。装之前确认油道孔是通的，全新的大碗。止退片给它换掉，之前那2片都已经磨损了，间隙太大不能用了。止退片的槽不要装错了 ，OK。60牛米预警，加90度，带标的后油封啊，奥迪大众，完美安装取后油封，用专用工具装的，绝对不会翻边。活塞用的是 KS 的，也就是科尔本的全国10大活塞品牌之一啊。安装曲头前油封，还是用我们的专用工具啊，防止翻边，而且还能敲得到位。完美。下前保拆水箱。都定完了。我操，这么脏啊！该不会又有人骂我们是奸商，就知道换件了吧？开始锈蚀烂出来了，然后这边都是水沟，水道里面。这个应该是富奥的水箱，就是大众奥迪的配套商。
安装新的水箱，冲一下暖风水箱，前面的水箱换掉，暖风水箱也给它冲一下，冲完以后用风枪给它吹干。现在里面没什么脏东西了，没脏，干净了，干净就行了。坤哥在换暖风水管，2个新的暖风水管。坤哥自己的途观去年过年回家炸了，嘿嘿。气门导管换过了之后，间隙就非常舒服了。全新的进排气门，新的气门油封8个全部换掉。遍地都是副厂件，找来找去，终于让我找到一个库存的原厂 SK 的，原厂就是 SK 配套的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第3道油环啊是一体式活塞环，会容易被积碳堵塞，所以说我们给它换掉，换成波浪环。这个波浪环呢是直接从 ATG 厂家朋友那边买过来的，整一卷买过来的。走瓦一定要用原厂的啊，如果用那种品牌的副厂的，会有一定概率有异响，会拉瓦爆轴。改进版的活塞环，活塞不需要改进，活塞环呢其实改的就是第3道。1、2、2道还是原厂环，来涂活塞，毛哥用手，毛嫂幸福。我说的是按摩啊，你们不要想多了。哎呀，我去，毛哥这动作真快。来吧，咦，顶着什么东西啊？转都没转。哎呀，得到曲轴了，我操！哎呀，毛哥还是喜欢用手啊。30牛米加90度，同志们，跟18888是一样的。上机油泵。这发动机简单的很，手拿把掐。毛哥打胶真有艺术感。OK， 漂亮。我去，这么嚣张！有几个换油螺丝里面藏的什么东西啊？麻绳。来，哥们儿，给你换个全新的原厂的。为什么飞轮螺丝要涂螺纹胶呢？这个螺纹胶老贵了，能不能不涂啊，同志们？坤哥能不能不涂？不能，为啥？因为不涂方公平。啊，完美对接。飞轮的动力。请问这个气缸床是原厂的吗？来看一下是不是原装的？那必须是原厂的。我就喜欢这个车，就是简单，就是粗暴，就是好安装。那缸盖螺丝啊，按照我的经验啊，60牛米加90度，绝对没毛病。其实如果能达到10公斤就足够了。上原厂火花塞，这个火花塞呢是侧置式火花塞啊，不是在顶置的那种。现在的车都顶置式火花塞，顶置的呢燃烧效率比较高一点。毛哥真讲究，火花塞是吧？喊打27，爆震传感器20牛米。既然你都说了，那就密封圈换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原来密封圈啊有点扁掉了，确实得换，不丰满了啊，摸上去没感觉了。不用看了，没毛病，上吧。要有信心啊！上盖，大家给它洗一下呀，这么油是吧？把垫片给它换一块，这个地方垫片。你看咱们毛哥每个螺丝都打扭力，跟装模作样的是吧？这叫烟斗，我们叫烟斗啊。你说叫号角也对，但问题是这个2.0的这个塑料的它没有金属版本，1.8T 的呢有金属版本，那这辈子都不会坏，对吧？这屌车啊，设计的很奇葩的啊！这个是出轮的位置传感器，跟这个铁支架压到一起，这个铁支架呢又跟水泵压到一起，所以说你装之前谁在谁上面，谁在谁下面，先搞清楚，不然到时候要再拆一遍。这种还是整体是点火线圈，以前我那个老捷达就是这种点火线圈，然后坏了以后呢，我经常去拆车厂找那种老帕萨特、老桑塔纳挖下来给我用，连水泵都拿原厂的，这么嚣张啊！原厂水泵，其实呢跟那个什么桑塔纳2000、3000实操都一样的。看清楚啊，这个是压在这个上面的，60牛米就够了啊，不是这么松，维修手册就规定是60。这个正时皮带拿的也是原厂的啊，这个呢都是桑塔纳2000、3000的老库存这种，你跟帕萨特 B5的 1.8T 的5气门的那种是不一样的啊，跟奥迪 C6的113的也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是最原始的老桑塔纳的。上进气气管，大哥，碰到这个就推倒了。用我们的专用工具柄紧啊！全新的点火线分钢线，点火线学的，来装吧。方向机助力吧，就在这一次它前头漏油了，这油封漏油了。
发电机皮带轮换上去了，这异响就消失了，而且也有缓冲了。这盖子给它盖掉 ，OK。排气管的螺杆给它换掉了，这种山寨的螺丝轴拧，3元催化给它换掉了。这个3元催化啊，绝对是原厂的啊，同志们，挖地3指挖来的，买都买不到。车主自己买了一个过来，一看就是假的。然后后来我们给他找了一个原厂的上汽大众纯的库存。现在开始给他换插头啊，细节，这都是细节啊。虽然说是老车，但是我们要细心呵护啊，4个插头都给他换掉。发动机总装完毕，该换的都换掉了啊。像摆臂看到没有？下面的摆臂、底盘的也都换掉了，发电机皮带也都换掉了。那因为压缩机呢挂在车上，所以说这个压缩机没法上。其他该更新的都已经更新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做一下烟雾测试啊，有没有漏？有漏的话都要给它堵掉，该打胶的打胶。发动机进去喽，慢点啊。行。哎呀，离管子里线，坤哥还有多久10小时吧。10个小时啊！哎呀我去，它这个3元催化也是换过的，里面芯子大概只有这么一段，大概只有这么一段是有的。正常来说，你应该这么长一段都有，对不对？它只有这么一段。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啊，不是最顶流的，但绝对是合格的全合成机油。这个车出厂就是叫5W40的，我们用的是德联的5W40，就是奥迪的出厂配套商之一。平时换机油放干净加4升，大修完以后呢多加1升。使用德联的防冻液，这个也是奥迪出厂的时候的配套防冻液之一。加注助力油，大众原装的。来吧，坤哥启动！哎，不行啊，坤哥！哎呀，行了，牛逼！啥呀？有铝墨是吧？对，铝粉、亮晶晶的这些都。哎，这款变速箱呀，一言难尽啊！这变速箱是大众自己搞的，AT 变速箱还得看采孚、爱信，这个是不行啊！换油不换滤啊，等于洗澡不换内裤。车主要求啊，一定要把变速箱油给它换干净。更换变速箱滤网，这变速箱我只佩服奔驰啊，自己做，还做7速、9速，对吧？而大众连自己的4速都没做明白。我去，咋就冒烟了？为啥冒烟了？3元催化是新的，防锈油蒸发了。哎呀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啊！这个2.0自吸的哪有什么动力澎湃？不过主打一个稳字啊，加速还是不错的啊，同志们。你跟EA888没法比啊，跟我那个 Q5 没法比，跟坤哥的途观也没法比，但是还是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。我感觉轮胎轴承的声音都有啊，动力是没话说。底盘质感也没话说，但这个轴承跟轮胎，我觉得有待商榷啊。试车归来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啊！那2.0自吸的能有多少动力呢？是吧？但是在它现有的基础上，我们已经把它该压榨的都压榨出来了。轮胎有点问题啊，到时候反正车主自己会去搞定了，因为底盘件都是他自己带过来的。仪表那个指针啊有点问题，那这个反正车主自己会去搞定的。那回去以后呢，好好保养，定期使用啊，不用使用燃油添加剂，这车有什么燃油添加剂浪费，对不对？又不是钢铁直喷的，还是自吸的。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，那做到这些之后呢，它这个车可以再战20万公里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好了，这一期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爱车爱熊猫，修烧机油不迷路，完美交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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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网唯一能够解决大众系列111发动机 1.6、1.4T、1.4火花塞孔漏油问题的，就是本帅我。这个方法是本帅首创。当然了，没什么专利，你们可以学习，没有关系啊。别看我现在天天修遥遥领先，天天修电动车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忘本。我本人是大众奥迪系统出来的，所以说对于大众奥迪的一些通病该怎么解决，我们有独到的见解。等一下呢，有一台大众速腾从杭州过来啊，特地来解决这个火花塞孔漏油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既把这个遥遥领先给它解决掉，再把那台速腾火花塞孔漏油的问题给它解决掉，一次性解决问题。好了啊，咱们把位置腾出来，遥遥领先放一边，先搞这台速腾，一大早从杭州过来的，今天给它解决问题。13年的速腾19万多公里了，火花塞座孔漏油，这个左前轮半轴的防震套一个小洞，油全部都甩出来了，到处都是。建议你们来的时候啊，最好是等到换机油的时候，因为本身机油就是要放掉的，这样的话呢，来的时候把机油顺便一起换了。不浪费，对不对？物尽其用，老划算了。取前油风微微开始往外渗油了，
然后水泵轮子一拆，你就看到这个水泵漏水了。这种情况你是换还是不换？这根进气管这个地方，这个支架卡扣断掉的，卡不住的。顺带一起换了呗。在这个地方根里面断掉了。所以说啊，有的时候修车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火花塞孔里面怎么样？没有油，接着拔。那到底哪只缸里面有油，哪只缸里面没有油？这个东西就跟看盲盒一样，有的是4个缸里面都有油，有的是这么1、2只缸里面有油。你看一下里面情况，都是油，这里面1缸都灌满了，2缸、3缸、4缸全部都有油，里面还一般般，还挺干净。不感觉？哎，走。这个座孔漏油就是4个皮圈，这4个皮圈时间长了，公里数多的，全部都老化了，然后都硬了。这设计确实让人费解。然后就一直往火花塞座孔里面漏油。检查一下顶筒，坏的捡出来直接。这玩意坏几个，换几个。当然了，有豪横的要求全套更换的也有，全换自然是最保险的。底盘坏了好多。这一共坏了8个顶筒，全部都泄压了。准备做清理工作，还要换气门油封，全部清理干净换。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，顺带把气门油封换了，此时更换最划算，不然以后你要想再换，又得拆一遍。记得把火花塞孔里的机油搞干净，别忘了更换气门油封，用的这个220的油封，新旧对比一下啊。这个旧的这个开口这么大，封不住油。安装气门油封，上气门弹簧。鹏哥又在洗，点赞加关注，洗得干干净净，还在冲一脚。不要以为我们只会镶铝圈啊，在镶铝圈中间空闲的时间，咱们也修一台遥遥领先，对不对啊？呀，这个车是啥问题啊？电池模组坏了吗？漏水，漏水是吧？啊，看到没有？电动车它也会漏防冻液，不是说只有我们燃油车会漏防冻液。修遥遥领先，我们也是一把好手。边盖电前给它更新掉，这个地方也比较容易漏油了。气门油封全部换掉了，然后准备清洗这些槽口、镶铝圈。敲铝座之前，这个座孔里面一定要清洗干净。这样4个座孔全部清洗干净，准备镶铝圈。先轻轻的把这个铝圈敲入座，然后用我们的专用套筒啊，直接敲磁。这样这4个铝圈全部镶完毕了，留下一个浅槽用来打胶。打胶之前，这个表面还要再次清理，不能留下任何残余的渣和油迹，这样非常容易漏油。这里面的清洗液再放一下，等一下再用吸管进去吸干净，这些都是洗下来的脏的油。全新的液压顶杆还有摇臂，我之前换了8个，那客户说全部都换掉好了，连摇臂一起一套。顶筒摇臂是额外算钱的，不要误以为是包含在镶铝圈业务内的。全新的摇臂、气门顶筒，准备打胶盖棺。完美的胶线将最终决定是否会漏油啊。我们用的是菲比的胶，用5910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按照原厂标准啊，在这个盖子上面打上薄薄的胶水。4个孔里面均匀的胶挤出来，所以没问题了。全新的正时套件、张紧器链条、导轨，额外算钱的。分别以40牛米、50牛米，再加90度拧紧凸轮轴6轮螺丝，爆过线了，非常标准。新的正时套件、张紧器、链条、导轨，全新220的边盖垫。水泵不是要换新的吗？什么换新的？水泵。我给他装。
全新的原厂水缸，它自己旧的那个已经开始漏水了。这个也是额外算钱的，不包含在内。这房东业都特么发愁了，跟阴沟水似的。那些网络伪大咖让你们终身不用换，真实误人子弟。这个电磁阀的密封圈给它换成耐高温辅胶圈，这也是漏油的重灾区，及早换掉。原厂火花塞4个小木给它换的，2个涡轮管子的密封圈也给它换的，换耐高温辅胶圈。有一颗螺丝滑牙了，给它镶个套。我们这里修车非常负责任，螺丝滑丝了都给你修复，下丝套。不锈钢丝套比原车的铝螺纹都耐用，绝对不会坏。涂上我们耐高温的火嘴绝缘膏。这个卡子之前断掉的，现在新的卡子装上去，卡得很牢了。德联的发动液，车主要求我们用这个德联的040机油。这是真正的全合成机油，含有很高的 PiO 含量。88、99、168、198带引号的全合成机油，我们是不做的啊！丢不起那个人，丢不起那个脸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来启动。完美交车。